回到了这一天。归婉，谢氏清苦，姐姐向来疼你，便将嫁入将军府的好亲事让给你了。桂鱼，你胡说什么？看来他真的也重生了。他以为抢了谢以安就能坐上未来一品诰命夫人的位置。前世嫡姐郑归于自恃身份，抢先选了将军府。我选将军府，那穷书生的香囊就给你了。谁知小将军新婚当日便战死沙场，而我的夫君那个穷书生竟连中3元，前途无量。桂鱼，你可想好了，万一出了什么差错？万一出了什么差错，这不是还有娘吗？好，娘依你。归婉，将军府富贵，什么珠翠宝玩没见过？你嫁过去，霍家定不会亏待你，反倒是谢家家徒四壁。归于过去是要吃苦头的，这些东西就添给你姐姐做体面吧。将军府富贵，而谢家就不知道嫡姐那10里红妆甜不甜的满谢家的玉鹤了。前世也是如此，两家信物摆在面前，我根本没有选择。我们的命运本该如出身那样，她是高高在上的诰命夫人，我是人微言轻的小官妻室。燕北急报，霍家军全军覆没，霍老将军、霍家男丁尽皆战死沙场。父亲，求您让女儿回家吧，那将军府守着冷灶，女儿过不下去了。郑归于，你死也只能死在将军府。你大哥刚入朝，你大闺是想让全天下戳郑家的脊梁骨吗？将归于接回去吧，他大好光阴，何必在此蹉跎？老太君乃是当今陛下的嫡亲姑母，昭华大长公主，父亲胆小如鼠，哪里敢接？明明我才是嫡出，明明该被封诰命的人是我。郑归于日日疯魔，怨恨自己选错了，所以重生后迫不及待抢了谢家的亲事。这下好了，不必做梦，养尊处优还不用操指家事的清闲日子是我的了。孩子，去了谢家，万事有娘撑腰，受了委屈，只管打发人来说。姐姐，这正是我要的清闲日子。二弟媳，边关急报，府内忙乱了些，随我来。快，整队，快！归婉，军中急令，我即刻便要启程。回去呢？他竟生了这般好相吗？郎君。郎君，我昨夜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你大婚当日便受诏奔赴燕北。梦中监军贪功冒进，命你与大伯追击敌寇，而你们遭受埋伏，不幸重伤，大雪封路又断了粮草。燕北军情乃是机密，你一个闺阁女儿，从何得知？郎君，我养在深闺，不通军事，本以为一场噩梦，谁知今日受诏出征，竟与梦中分毫不差。万望郎君引以为戒，慎之重之。归晚在府中，等待郎君凯旋。我本可以袖手旁观，任霍家儿郎战死沙场，以未亡人的身份守在将军府。老太君会善待我，什么深闺寂寞，对我来说反是好事。我虽是一介庶女，可我知道良心二字怎么写。归晚，你要记住，当年你外祖父在边境突遇南蛮，是霍老将军救了他一命。霍家军那是护着江山百姓的脊梁，没了他，便没了咱们大庆的安稳。多谢。启程。外祖家生意遍布南北，盛京也有商行。姨娘临终留此信物，属我绝境寻孙家。翠儿，随我去一趟宝珍行。
哟，这位夫人，你想要点什么？咱们这儿刚从南边到了一批头面。贵客，请内侍说话。老奴孙福见过姑娘，这扳指乃是老太爷亲手刻制，只给了当年的孙氏大小姐。姑娘可是大小姐的后人。我乃郑家次女，母亲正是孙氏。今日冒昧前来，我邀请外祖父派遣一位信得过的管事来见我，需绝对忠诚。姑娘放心，这口信儿，老奴拼了命也会在天黑前送出。二弟妹，外面有一位自称是你表亲的女郎前来拜访。大嫂，失礼了，我先去瞧瞧。在下孙家长房孙诺。如今孙家在盛京的生意都是在下打理，如二夫人信得过在下，但请吩咐。前世我与表姐有一面之缘，没想到这时候她便已经在打理盛京的生意了。你让奴婢拿去典当的那几件首饰，被那位孙掌柜认出来了，说是孙家给您的天妆。归婉，你这是遇到了什么难处？为何要典当天妆？这些银票你先拿着。归婉，你如今是谢家的媳妇儿，竟敢自甘下贱，与商户来往，这种安杂钱，莫要污了我谢家的地界。我倒是不知道，太学博士的府上，连亲戚接济也要被扣上这种名头。娘说的对，我们谢家不能用商户的银子。易安刚被钦点为太学伯父，正是要银钱到处打点的时候，你小妹又要嫁入高门，这嫁妆若是薄了，谢家的脸面往哪儿搁？既然谢家清高不屑商户钱财，那便该一清到底。你这个贱妇，竟敢顶嘴！哎呦，我这心口疼得要死！归婉，你就在这守着，不到天亮不准动弹。谢家视商户为洪水猛兽，好在如今老太君并不是那般浅薄之人。祖母，我姨娘出身孙氏，是做买卖的，您买卖人家又如何？孙氏的珠宝成色可是京中一绝。归婉，下次孙家送样子过来，你随我一道挑选。人呐，过日子看的是心，不是那层皮。请表姐相助。归婉，你快起来，你我血脉相连，你有这份胆识，孙家绝不退缩。归婉，你想好了？可这匣子里是你全部的身家。从我对霍瑶说出那番话开始，便已经是场豪赌了。既然如此，为何不搏个痛快？好，你外祖父常说，当年南蛮来犯，是霍老将军拼死救下了孙氏商队100余口性命，这份恩情，孙家从未敢忘。归婉，你放心，我必不负你所托，我会亲自去督办。二夫人，老太君吩咐，今日是您回门的日子，回门里已经备下2辆马车，请您过目。走快些吧。落轿！二小姐，哦不，二夫人，老太君当真是疼您，这里重的老奴的腰都快折了。妹妹如今真是贵人，这个时辰才回来。不过也不怪你，新婚当日霍家二郎便出征了，你大概连夫君的相貌也没有看清吧？战场上刀剑无眼，要是万一出了什么岔子，你这锦衣玉食，怕是转瞬就要变成过眼云烟。哎呀，是姐姐说错话了，妹妹莫怪。既然姐姐知道自己说错话了，为何不起身赔罪？郑归婉，你是嫁了高门，便不将我这个嫡姐放进眼里了吗？让我给你赔罪，你也配？你是觉得谢以安的仕途太顺了，还是说你没把将军府放在眼里？
瞧你这副小人得志的猖狂模样，果然是奸计出来的，跟你那姨娘一样吓人慎言。二夫人如今是霍将军明媒正娶的嫡妻，谢夫人出口便是辱及亲长与功臣家眷，莫非是觉得谢家的规矩比宫里还要大？前世他就是这样，仗着嫡出身份，处处压我一头。姐姐，采桑性子直，要是谢夫人诅咒将军府的名声若传出去，姐夫那连中3元的前程，怕是要蒙灰了。易安啊，你这番论述实乃精辟，太学之中，怕是无人能出你其右。岳父谬赞了，小婿不过是尽本分罢呀。连中3元之人，哄人的功夫也如此顶级。妹妹，你瞧，你姐夫不但才貌双全，待我也十分敬爱。新婚当夜，他便对我承诺，此生绝不纳妾。这种福分，妹妹怕是体会不到了吧？绝不纳妾，那确实是极好的。归婉，我一心向学，不重情欲，我向你保证，此生绝不纳妾。这个我自然信，不过，夫人，岳父正提到那篇广陵闪的残卷，你意下如何？易安啊，你这状元之才，如今又在翰林院行走，往后这郑家的门面还要靠你多加帮衬。归于多吃些，谢家清苦，比不得将军府那般大富大贵，你可得仔细身子。父亲，嫡母，府里还有事，归晚便先行告辞了。去吧。管家，送二夫人出门。姨娘去世后，这政府对我而言便再无牵挂。我自幼体弱，大夫说若要连中3元，必先禁绝色欲，清心寡欲。夫人若真爱重我，便该体谅我的难处。滚，都滚！就算我不能像常人那般行房，我也是状元郎，谁敢听见我？谢大人，这是胎里带出的不足，此生恐与子嗣无缘。郑归于，你以为抢走了一个才貌双全、绝不纳妾的良人，你却不知，这不过是因为他根本就是一个废人。我已经按照你的意思，这些草药和棉衣必须要最好的，哪怕多花银子。你这孩子比芳儿还贴心。祖母，归晚有个不情之请。哦，说来听听。归晚在政府时，嫡母只教了些针线女红，如今做了霍家的媳妇，归晚不想只做个会绣花的草包。我想求祖母教我管家理事。嫡母没教过你？嫡母说，女儿家安分守己便是。好孩子，难为你有一颗求上进的心。原本你可以清闲些，但多学一些，总归是傍身的本事。你们2个听好，这高门大户的脸面是给外人看的，可这里子全在这些数里。祖母，这些数字看得我头晕眼花，比学马剑还难。这上面写定租分3等扣除，若是遇上寒衣节或是冬至，府里的采买差额又是如何平账的？问得好，这就是收拢人心的门道。真正的管家不是一味的省，而是该省的省，该赏的赏。归晚来了，快坐。祖母说你爱学，我正愁这些琐碎事没人商量。二嫂，你简直神了！刚才那管事想拿陈米的价钱报新米的账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你算盘一响就拆穿了他。算不得什么，多看多问，那点算计自然就露出来了。我大嫂代孕理事已是不易，没想到你学了才2个月，竟比她还老辣。二嫂，我算是彻底服了。整日憋在算房里，骨头都硬了。二嫂，整日看账有什么趣儿啊？来，我教你骑马去。好，我也想学。那是二哥的坐骑，名叫踏雪，他除了二哥谁都不让碰。二夫人小心，这畜生性子野得很。
嫂，你这也太厉害了！这踏雪平时见了我都爱答不理的，到你手里竟温顺的不像话。你与二哥真是天作之合，连他的马都喜爱你。二哥写给你的信，你看了吗？我没接到信。怎么可能？二哥心思最是缜密，他给我的信里字字句句都在叮嘱，要我陪你解闷儿，看顾好你。他既能给我写，绝无可能不给你写。定是你上午一直待在马场，下人送到了房里，你没瞧见。快走快走，回去瞧瞧，莫要让他在千里之外的燕北寒了心。无期归晚亲戚。哎呦，二哥这比例，平日里写军报都没见这么用心，还无期，真是肉麻。二嫂，你快慢慢看，我就不在这碍事儿了。他在告诉我，我的梦成真了。听说了吗？燕北军报，霍家军深入敌后，被围困孤城，断了粮草。郑归晚，你前世害我守了2年活寡，这一世轮到你尝尝这守寡的滋味。去将军府。祖母，听说燕北得消息，我这心像是被刀剜了一样。我那妹妹可还好？二夫人伤怀过度，如今病得起不了身，太医嘱咐任何人都不得叨扰。竟病得这般重，唉，妹妹福薄，新婚便守着空房，如今又罢了。既然见不到，我便在佛前为霍二郎点盏长明灯吧。桂婉，再盛一盛。二嫂，真不敢相信她是你亲姐。郑归于今日来府上，恨不得当场笑出声来。此等小人，我霍游芳算是长见识了。霍瑶，等我，不到100里，我一定到。祖母，归婉并非妄言，那场梦，它正在一幕幕变成现实。梦？归婉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边关军情岂是一个梦字就能左右的？当日郎君临行，我将梦境告知，求他引以为戒。如今家书已到，请祖母过目。若非事态真如归婉所言，二郎绝不会写下这等言辞。燕北真的出事了。燕北战火纷飞，你此去若是出了什么意外，我如何跟二郎交代？祖母，我此去是与郎君同生共死的。至于我父亲，他本也不在乎我一个庶出女儿的性命，在他的眼里，我只是郑家用来攀附权贵的物件。我是庶女，姨娘去得早，在政府那些年，我学的是如何忍饥挨饿，看的是父亲和嫡母的冷脸。可是我嫁过来后，您待我好，教我长家，怕我受委屈。游芳待我好，陪我骑马，大嫂待我好，有什么李氏的门道都毫无保留地告诉我。你这孩子，这些好哪值得你拼上性命啊？霍家待我如至亲，我怎能坐视不理？更何况我一个荒谬的梦，郎君冒着杀头的死罪也信了。我若退缩了，怎么对得起他？祖母，您这是折煞孙媳了。归婉，你受得起。你此去便是霍氏的功臣，待你平安回来，祖封亲自进宫为你请封县主。有了爵位，今后再无人能欺辱你，哪怕是你父亲嫡母见你也得下跪。若日后二郎待你不好，祖母也许你们和离，这爵位也依然属于你。归婉，去吧。表姐，你如何在此？没有我，你以为凭你一个身居后宅的夫人，能一路调动孙氏遍布大江南北的商队？况且这一仗要是胜了，我也能混个皇商当当。到时将军夫人可要替我美言几句。好啊。归婉，前面走不动了。
二夫人，车轮陷死了，马车根本拉不动，咱们怕是过不去了。传我命令，全员下马，换雪橇。当初你非要让我加固车底，原来是在这儿等着呢。圣经的马车到不了燕北，但只要有华橇、雪地，就是我们的路。夫人，雪橇容量太小，原本这一车的粮草，现在要分作3份，想要全部运过去，咱们得跑7、8趟。便是磨烂了脚掌，也要将这粮草一点点运到郎君手里。踏雪，乖，我们是来接他回家的，别怕。你是他的坐骑，马犹如此，那被困在孤城里的他，此刻又该是何等心境？吃点东西吧，从昨夜到现在，你就喝了几口凉水，再这么熬下去，没见到霍将军，你自己先倒下了。多谢表姐。给我吃的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夫人受惊了，这些流民是饿疯了。归晚，城外已是如此惨状，城中的情况恐怕也不太好。护卫长，我们还有多余的食物吗？还有，可二夫人，您给了他们食物，他们也活不过这个冬天。这些辽民饿极了，若是难以控制，伤害到您，他们不过10几个人，有了方才的前车之鉴，不敢造次。分一些食物给他们吧，能多活1天是1天。归晚，前面这100里路最是凶险，我带剩下的队伍在此扎营，建起屏障，等着你们送空雪橇回来。好，你也万事小心，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。出发，入燕云。燕北警戒，非霍家人无法靠近。老太君年迈，大嫂有幼子，游房尚未出阁。这一刻，我竟然成了霍家唯一的希望，也是唯一的人选。郑归晚，不能倒下，就是这最后一段路了。挺过去，从此以后，再也没有人能摆布你的人生。你不过是个庶女，谢家那些规矩你受着便是。哼，伤护女生的贱胚子，也配在这家里论长短？因为我的姨娘是商户女，因为我是庶出，所以他们亲我见我，我偏要层层打破。这命该由我自己来选。二夫人，你快看，到了，真的到了！此乃燕云重地，警戒期间，来者何人？敢靠近者，杀无赦！二夫人，此地危险，这些兵卒杀红了眼，恐怕不认人。把旗给我。我乃霍瑶的妻子郑归晚。二将军新婚的妻子，这天寒地冻的，怎么可能跑这儿来？莫不是北夷的奸细？若是不信，可叫我夫君霍瑶出来相认。去，请二将军过来。霍瑶，你可一定要认得我，赶走我事小。若因认不出而射杀，我这一路风雪便白走了。开城门！开了，终于开了。你怎么来了？还好吗？我来送货。多谢。上前查验。这是军令，不论来者是谁，都要查验。你不要多心。郎君言重了。我扶你下马。伤着了？无碍，只是冻得太久了。还有80车辎重被大雪封在了100里之外，请郎君派人接应。这些护卫也已精疲力尽，还请郎君给他们一口热饭。这些我来安排。带这些壮士去营房，热水、肉汤、干草全数供应。是。你入城休息。
多谢郎君。二夫人，战事紧，屋里寒酸了些，您先烤烤火。这就是他的战场。前世，一颗冉冉升起的将星，就此陨落在燕云城。燕云城石屑九空，举国哀悼，无数白头人送黑发人。夫人，今天是腊月23。腊月23，那时他就是在今天因粮草断绝，重伤不治而死。而今天这场噩梦，永远只能是一场噩梦了。郎君，你醒了。罗伯，看我给你带了什么？这可是我刚从我爹嘴里抢出来的。如今城里粮食短缺，想吃口肉比登天还难。我带的粮食不够吗？我对行军打仗需要多少辎重全无概念，当时也不敢去惊动祖母，只能把自己的钱全给了表姐，全部换成了粮，是不是太少了？桂婉，听我说，你带来的粮足以让我们多撑半个月，这半个月足够等来京中的调拨，救下燕云城上万条性命。那就好。现在不行。郎君，没什么。桂婉，你休整几日，便与商队一起回京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我在这里帮不上什么忙，反而令郎君分心。如今粮草已到，我也该回去了。好。这里离北夷人的营地很近，他们不知死活，时不时会来夜袭，但不用担心，有我在。继续睡吧。郎君，我就睡一小会儿。瘦了。前世，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如此留恋一座孤城。归婉，祖父这下可以安心了。祖父，表姐这话何意？祖父一直觉得亏欠你娘，当年孙家遭了难，为了保住全家性命，迫不得已才将姨母送给你父亲为妾。外人都道我们孙家想攀附权贵，可谁知那时只是为了活命。后来家里生意做大了，想接姨母回来享福，她却早早病逝了。原来姨娘在政府的委屈，外祖父一直都知道。说来我能掌管圣经的生意，还要托你的福。家里本不愿让我一个女子执掌商会，是祖父力排众议，扶我上位。他只有一个要求，要我倾尽孙家之力，照拂你。来时走了1月有余，去时回到盛京，竟只用了20日。夫人，您可算回来了。那位郑家大小姐，这1个月已经登门3次了，此时正在花厅候着呢。看来不见到我，她这辈子都睡不安稳。归婉，燕北的事情我都听说了，战火连天，霍二郎又被围困月余，你也别太伤怀了。咱们总归是一家人，放心，以后等你姐夫做了高官，我会让他多多照顾你的，至少不会让你在这府里饿着。是吗？那多谢姐姐了。哼，你也别怪姐姐说话直。如今这情势，你就不要指望父亲将你接回家了。霍家满门忠烈，你就是死，也只能死在将军府。可怜你年纪轻轻，还没尝过当家主母的滋味，就得在这园子里蹉跎一辈子。霍家富贵，吃穿用度皆是顶好的，我在此安稳度日，并无不妥。倒是姐姐，谢家如今已是高门显贵了吗？怎么姐姐头上簪的，手上戴的，瞧着都是出阁前的旧首饰？是谢家太勤贫，没钱买吗？这布料真好看，嫂嫂大方，定会送给我的吧？当人媳妇儿的，自己打扮的花枝招展，却看着小姑子寒酸，这若是传出去，别人该说谢家家门不修了。夫人，你出身高门，
怎可为了区区几件首饰与母亲和妹妹争执？读书人家最重脸面，你太令我失望了。夫人之所能改，才是我谢家的贤内助。我那是为了支持以安的仕途。谢家是清流人家，不像有些武夫之家，只知道堆金挤玉。郑归婉，再过段时间，别说步摇，你全身衣裙都只能穿素的。姐姐这是何意？姐姐就这么相信一个梦吗？你说什么梦？那梦里是不是只告诉你霍二郎会战死，却没告诉你谢以安为何成婚4月，却一直不肯同你圆床吗？你想知道真相吗？但我不告诉你，你自己慢慢去找吧。二嫂，快看，那是二哥的旗号。二嫂，二哥在看你。你看那些女郎脸都不要了，香包扔得跟下雨似的，你赶紧也给她扔一个。我没带那玩意儿。给你，全给你。坏了，丢歪了。二嫂，你瞧，二哥在大街上招摇过市出风头，被大哥训了吧，活该。那你今日可见到你那位未来的夫君了？见到了，他走在最后头，幸好他还能骑马呢，不然在那人山人海里，我怕是连他的脑袋顶都看不见。你这丫头，过2个月就要出阁了，还没个正经。归婉，儿郎们一会儿就进府了，我得去置备接风宴。你先回房去换身新衣，这身不妥吗？这怎么是大嫂吩咐的？她说新婚那日二爷连喜酒都没喝就走了，这辈子就这一次，礼数不能亏了您。归婉，我回来了。归婉，霍二郎活下来了又如何？打打杀杀的粗人，终究不过一个武将。称为放榜，谢以安已中了会员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腹中已经有了他的骨肉。大人，这虎狼之术虽能强撑一时，却极损寿数。为了谢家的后嗣名声，哪怕是毒药，我也得吞下去。他不愿意碰你，别以为我跟你一样。郑归婉，这一世过得好的，一定是我。姐姐既然选了，便好好受着吧。归婉，谢家如今双喜临门，谢以安被钦点为太学博士，郑归于诞下一子。这次满月宴，你要是敢拿那些寒酸东西敷衍，丢的可不仅是郑家的脸。那也请大嫂按规矩为我备礼。郑归婉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母亲放心吧，就算是按规矩备的礼，也不会差的。毕竟将军府富贵，这可是母亲告诉我的。如今我可是县主，嫡母可以随意教训她的庶女，却不能再对县主无礼。归婉，你看这孩子眉眼间像极了以安。以安说了，这孩子日后定要承袭他的才学。那是自然，以安如今是太学博士，咱们归于又是正一品的县主命格。哦，瞧我这记性，归婉如今才是县主。县主又如何？这女人一辈子，夫君的前程，儿子的出息，才是真的体面。霍二郎即便凯旋，也不过是个不知哪日就会马革裹尸的武将。拦住他！快拦住这个疯子！谢以安在哪儿？让他出来见我！你是何人？竟敢擅闯我的窝房！来人，还不将他拖出去！我是陆文斌，是那个被谢以安顶了名次，毁了仕途，害死双亲的冤鬼。陆文斌，那个才华横溢却潦倒而死的寒门第一才子。谢以安买通考官，
捏造罪名害我革去功名，永世不得科考。我陆家父母抑郁而终，我一人潦倒至此，全是拜他所赐。今日谢家办满月，我就要在这满座宾客面前问问谢博士，这状元之位做得可稳？谢夫人，你只看到你夫君平步青云，享尽荣华，可你知不知道这荣华底下埋着的是谁的骨头？当年秋闱，谢以安卑鄙无耻，窃取我的功名，我寒窗苦读20载，毁于一旦。我陆家双亲因此抑郁而终，谢夫人，这公道何在？你胡说！你定是嫉妒以安才学，才在这里风言风语。我夫君才学卓绝，凭真才实学高中，怎会做这等龌龊勾当？哪来的疯汉，竟敢污蔑朝廷命官！来人，将这个泼皮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！我不走！谢以安，你敢做不敢当吗？不敢出来与我对证吗？以安，他真的如表面那般无瑕吗？为何他从不提当年的同窗？为何他看那些寒门都子的眼神，总带着一股莫名的恨意与畏惧？你把话说清楚，谢以安，他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？谢以安，你窃人功名，满手鲜血，你以为这满月酒喝的是喜，其实喝的是我陆家双亲的命！快，把这疯子的嘴堵上！这种混账话若是传到前厅宾客耳中，咱们郑谢两家的脸面还要不要了？这是在闹什么？今日是犬子满月，竟让这种泼皮惊扰了夫人。以安，他说当年秋闱你买了考官，窃了他的名次。夫人，你怎能信这种嫉妒之言？我的才学，诸位同僚皆有目共睹。有目共睹？你是说你那些用银子堆出来的才名吗？桂婉，你没事吧？怎么闹成这样？不过是些陈年旧事，与咱们无关。这满月酒怕是喝不成了，咱们走吧。好。父亲，谢以安他的功名是偷来的，女儿求您做主，准我与他和离。和离？你是要把我郑家的脸面彻底丢尽？郎君，要不还是让归于和离吧。那谢以安如此，你懂什么？妇人之仁，二皇子的妻族有意与谢家结亲，谢以安这是得了二皇子的青眼，就算是为了大郎，也不能与谢以安和离。女儿，谢以安身居高位，你又刚诞下谢家嫡长子，将来便是稳稳的诰命夫人，何必执意和离？娘，他品性如此，我如何能与他相守一生？闭嘴！嫁入谢家，生是谢家的人，死是谢家的鬼。郑归于你记清楚，就算你要死，也得给我死在谢家。归婉，你好好劝劝你姐姐，让她安分守己，和你一样懂事一些。走，让她自个儿在这清醒清醒。死也只能死在谢家。郑归婉，你是不是心里在偷偷笑话我，觉得我十分可笑？我明明重活了一世，已经做了不同的选择，为什么还是走到了这一步？郑归于，谢家从来都不是什么好归宿，那是个吃人的地方。前世我熬干了血泪才看明白，而这一世是你自己发了疯的执意要选的。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郑归婉，你一定很得意吧？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从我这里抢走的，我不会让你们如愿的。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他们难为你了？没有，只是看清了一些东西。夫人，刚传来的消息，大小姐回谢家了。意料之中，他那样的人离了名分和权势便活不下去。不知道郑归于跟父亲说了什么，他从郑家拿走大笔银钱，给谢家女郎置办了丰厚的嫁妆，欢喜地送她出了门。谢大人，不该叫谢博士了，连跳3级，
升迁国子博士，真是胜券正浓啊！哎呦，这不是谢夫人吗？谢大人如今可是国子博士，将来前途无量，谢夫人当真是好福气。归婉，你看这茶都快凉了，姐姐今日口渴得紧，劳烦妹妹替我端一盏热茶来。姐姐想喝茶，婢女自然会送。妹妹这是做了县主，便忘了长幼尊卑了。这盏茶你端是不端？啊！本宫竟不知圣姬城里什么时候出了这样大的颜面，竟敢要本宫的表弟妹给一个国子博士的夫人端茶递水。本宫的生母乃是霍家嫡出的女儿，霍家二郎是本宫的亲表弟，归婉便是本宫的亲弟妹，竟敢在本宫面前折辱本宫的弟妹，谁给你的胆子？是谢以安，还是你背后的二皇子？娘娘恕罪，妾身昏了头，一时失言，绝无冒犯县主之意。既然谢夫人如此喜欢让人端茶，那便在这儿端个够吧。赐茶，让谢夫人就在这儿双手端盏，长跪半个时辰。若是洒出一滴，便再加半个时辰。郑归婉、太子妃，你们合起伙来羞辱我，此仇不报，我郑归于誓不为人。边关急报，陛下口谕，命霍老将军、霍校尉即刻领兵出征，不得有误。郎君，此番出征可是二皇子那边？这旨意是陛下亲拟，我若不去，便是抗旨。等我回来。万事小心。予以入汪，关门清场。二嫂，他们这是要逼宫吗？原来如此，他们抓我们是为了挟持二哥和父亲，只要咱们不死，二哥他们就有转机。妹妹，你看，赢家终究还是我。姐姐，你为何总是缠着我不放？我过得好不好，与你过得好不好并不冲突。谁说没有关系？你是庶出，你过得比我好，就是最大的错误。原来如此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以为还有人能来救你吗？如今天下局势已定，里里外外全都是二皇子的人。待明日二皇子登基，谢以安便是封侯拜相的功臣，而我便是一品诰命。哼，一品诰命夫人，你真的很吵。你死到临头可还敢嘴硬？来了，快说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是不是二皇子登基了？二皇子逼宫，杀了陛下。成了，成了！我不知为何原本该在燕北的霍家军入宫擒王了，如今正在清剿叛军，到处都在杀人。不可能，霍家军早就被调往南边去平乱了。就凭南边那些难成气势的蛮子，也值得我二哥亲自跑一趟。我二哥17岁时就能将他们杀得片甲不留，这不过都是引蛇出洞的幌子罢了。我明明选了最好的路，为什么2辈子都要输给你？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！我要再选一次！姐姐，我嫁入将军府之后，才发现这世间还有那么多可以学的东西。我姨娘最喜欢告诉我一句话：技多不压身。所以我跟霍瑶学了一点防身术，学得不好，让姐姐见笑了。姐姐，这次该我选了。二皇子逼宫谋反，其党羽谢以安等逆臣即刻处斩，家眷流放3000里，永世不得回京。郑归婉，你这个逆女，我是你亲爹，你眼睁睁看着我被罢官抄家，竟然连家门都不让我进！郎君，
莫要动气。车夫，走后门。桂婉，怎么能由他败坏你的名声呢？我的郎君可是威名赫赫的云豹将军，谁敢议论我？你说的是，我会更努力，让陛下加封你一品诰命。好啊，那我便等着。祖母，祝您松鹤长春，岁岁至今。好，好，大家都起来吧。这一世，我终于是选对了。